贾千金送我一支草莓味唇膏，我反手就用这支唇膏给母猪护理菊花。只因上辈子我被富豪爸妈认回家后，贾千金用这支唇膏交换了我的颜值和健康。原本病弱的她逐渐康复，越发美丽，凭借优越外形顺利当选电影女主角，一举成为流量小白花。而我重病缠身，越发丑陋，被排挤霸凌，最后抑郁成疾。疼我至极的养母为了给我治病，四处奔波时遭遇了意外车祸。我跪求富豪爸妈借钱救母，却意外得知他们认我回家，不过是为了给贾千金换命。养母死后，我也绝望自杀。再睁眼，我回到了刚被富豪爸妈认回家的那年。安安，你嘴唇又起皮了，这是我专门为你手工制作的草莓味唇膏，女孩子要好好呵护自己才行呀。我刚睁开眼，就看到贾千金顾云初捏着我的下巴，准备亲自为我涂唇膏。我浑身僵住，猛地后退一步，映入眼帘的是耀眼的水晶吊灯，柔和舒缓的钢琴声包裹着整个宴会厅。这里是顾云初的生日宴，没等我反应，耳边就传来此起彼伏的赞叹声。不愧是人美心善的千金大小姐啊，居然那么温柔地对待那个丑八怪，看她那一身肥油和一脸脓包，也不怕被传染了。你不知道她们可是亲姐妹啊，真不知道亲姐妹之间的差距怎么会那么大。刚才看她的脸，我差点吐出来。你看那个丑八怪什么眼神？云初大小姐亲自给她涂唇膏，她还一脸不耐烦，看着真欠打她，怎么配？听到这些话，顾云初眸中闪过一抹得意，她扬起唇角，用更加温柔的声线对我说来：“姐姐给你涂，快把嘴巴嘟起来。”上辈子这个时候，我感动到热泪盈眶，并发誓要把她当做最好的姐妹。我被富豪爸妈认回家后，转学来到这所贵族高中，不但不被同学待见，就连亲生爸妈也对我不冷不热。唯独顾云初从始至终都宛如小天使一般，温柔体贴地照顾我。可死过一次的我很清楚，所谓的人美心善不过是她的伪装。顾云初看似温柔体贴，实则一直在用这支唇膏偷取我的颜值和健康。从第一次见她时的其貌不扬，到如今一颦一笑都摄人心魄，而我却越发肥胖笨拙，脸上长满脓包，浑身汗毛粗重，头发快秃成了地中海，还患上了许多莫名其妙折磨人的病症。种种挫折让我每天过得焦虑惶恐，成绩很快一落千丈，跌到了垫底的位置。想起过去的种种，我抬手挡住顾云初，装作受宠若惊的模样。谢谢，我哪配用这个，我多喝点水就行了。见我不要，暗恋顾云初的男生们立刻蠢蠢欲动。他不要就算了，给我呗，我嘴唇也干得很，给我，我最喜欢草莓味了。木啊，给我涂吗？说着，一个男生撅着嘴就凑了过去。顾云初被困在中间，急得小脸都皱成了一团，满是慌乱。不行，这个是我专门给妹妹做的。我趁乱想溜走，顾云初却突然哭出了声。这下刚才还撅着嘴要唇膏的男生们慌了神，立马围住我破口大骂：让你涂你就涂，你的猪嘴很金贵吗？装什么装？丑人多作怪，恶心不恶心？云初对你那么好，你还不识好歹，信不信我扇爆你的猪脸？赶紧涂，涂完赶紧滚远点！动静闹得越来越大，周围的宾客也频频往这边看。就算已经死过一次，面对如此直白的羞辱，我还是涨红了脸，眼眶微微发酸。没等我说话，顾云初又连忙护住我，对着男生们柔声劝道：你们别对安安那么凶，不管怎么样，她都是我最好的妹妹，她或许只是不太喜欢我吧。顾云初说着，眼底泛起泪花，声音都有些哽咽了。看到女神伤感落泪，那几个男生彻底失控了，立马朝我冲了过来，一人抓住我的头发，另外一人捏着我的嘴，逼着顾云初快来给我涂唇膏。顾云初垂着眼帘，眼底藏不住的嘲讽，嘴上却还故作慌乱无措的劝阻：别这样，你们别这么粗鲁的对安安，不然她又该恨我了。这话听的那几个男生火冒三丈，手下的力道越发重了，眼见着唇膏就要凑到我嘴边，我疼得眼泪直流，连忙求饶：我自己涂，我自己涂。正在这时，富豪爸妈和几个中年男子朝这边走了过来。云初，快过来，妈妈给你介绍一下霍叔叔。妈妈唤了一声，又转头问那边怎么回事。几个男生闻声连忙悻悻地松开手，把唇膏塞给我，一边抱怨着满手油，还有股臭猪味，恶心死了，一边匆匆跑到洗手间洗手。顾云初立刻转过头，视线飞快地落在其中一位中年男人身旁的男生身上。那个男生身材高大挺拔，气质卓然，长相就像是从电影里走出来的一般，让人挪不开视线。我顿时想起来，这个男生就是学校里赫赫有名的校草霍景泽。顾云初瞬间羞红了脸，矫揉造作地走过去，柔声解释：没什么，我只是见妹妹嘴唇有点干，好心送她一支唇膏而已。爸爸朝我看了一眼，眼眸幽深，透着一丝警告，随即转头对众人说：没事就好，
他顿了顿，继续说道：“你霍光叔叔家投资了一部新电影，听说正在海选女主角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？”顾云初喜形于色，却又装作十分懵懂的模样，娇嗔道：“哎呀，爸爸。”爸爸笑着点头，然后转向霍光：“怎么样，我女儿如何？”霍光似乎很满意，正打算说点什么时，霍景泽突然开口：“女主角需要公平竞选才合适，除了容貌、品德和成绩也很重要。”他神态倨傲，似乎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，可偏偏这副态度惹得周围的女生们小声惊呼，满眼都冒着粉红泡泡。顾云初撩了撩发丝，脸上浮起红晕，转头对着霍光微微一笑：“霍同学说的有道理，我也希望能通过公平竞选来获得机会。霍叔叔，请问如何参加海选呢？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？”霍光笑着点头，随口让霍景泽帮忙解答，还让他加顾云初的好友详聊。不料霍景泽眉头一挑，语气冷淡：“规则自己上官网查，要是看不懂，怕是很难理解角色台词，那就不用当女主角了。”冷酷的话语从薄唇中吐出，顾云初的眼眶瞬间红了一圈，身子几乎有些微微颤抖。下一秒，霍光掏起霍景泽的手机，强行帮两人互加了好友，笑着打圆场：“别介意，我儿子就这德行，叔叔看好你哦。”顾云初这才破涕为笑，眼眶鼻尖都红红的，看上去楚楚可怜。大人们则在一旁继续谈着正事，同学们又围了过来，八卦之情迅速燃烧起来。天啊，你们居然是世交，以后该不会联姻吧？好羡慕啊！听说他家具有钱，何止呢？他爸还投资了不少娱乐公司，他妈还是知名制片人，据说那部电影的内定男主角就是他。天啊，磕到了，磕到了！以后我就是你俩的 CP 粉。顾云初脸蛋红扑扑的，眼里遮掩不住得意，面上却害羞的摆摆手：“我只是想尝试一下拍戏，给自己一些挑战，别的事情目前我还没想那么多。”时间差不多了，他走过去切蛋糕，在所有人的祝福下闭上眼睛许愿。今天也是我的生日，可是没有人记得，更没有人在意。宴会结束后，他才发现我早已离去，立马打电话叮嘱我：“我给你的唇膏你带走了吗？记得每天按时使用，听到了吗？”“听到了，我会用的。”得到我的答复，他才满意的挂断电话。那一家人根本没人在意我的踪迹，连一句询问都没有。而我早已迫不及待地回到了养母家，那是一处棚户区，养母靠着喂猪，一手将我拉扯长大。看到我回来，养母特别开心，却又显得十分无措。“你怎么还来这种地方？哎，这里这么脏，你来这里干嘛呀？你想吃点什么？妈妈去买，我去给你做。”养母慌乱地擦擦手，又觉得不够干净，重新打上香皂仔细清洗。看着养母花白的鬓角，我再也忍不住扑进了她的怀中。“妈妈！”养母很意外，慌忙抱住我，连声问我是不是受了委屈。我摇摇头，撒着娇说：“没事，我只是太想你了。当年从富豪爸妈那里换走我的保姆，把我丢进了垃圾车。是养母赶在垃圾车运走之前将我救了回来，用奶粉米糊一点点把我喂养长大，直到现在，那个保姆还待在富豪爸妈的身边。上辈子养母为了给我治病四处奔波，出了车祸后，我去求富豪爸妈借钱，保姆却故意拦住我，不让我进门。等我无奈地回到医院时，养母已经抱憾离世。想起上辈子的种种，又看着养母日渐衰老的模样，我的心就止不住的疼。这辈子我一定要保护好养母，绝不会让她再为我重蹈覆辙。养母哄好我，转身就面带笑意的去给我做饭，而我则像以前那样帮忙收拾鸡圈、猪圈。家里的母猪刚下了12个崽，屁股还脏兮兮的。我想起顾云初标榜这支唇膏用了昂贵的草莓精油，心想这么昂贵的东西用在猪腚上效果一定也不错。我扭开唇膏，仔仔细细的给母猪做起了产后菊花修复。次日起床，我照了下镜子，惊觉鼻头的脓包消下去了5、6个，依稀能看见曾经挺翘的轮廓。我按捺住心中的窃喜，上学的路上顺便去买了一支外观类似的草莓味唇膏。顾云初表面上人淡如菊，背地里却报了好几个演戏培训班，忙得不可开交。然而即便如此，他的身形却越发臃肿，穿的衣服越来越宽松，皮肤也变得有些黝黑。他没空找我麻烦，只能加紧预约各种医美项目。我正好空出大把时间，专心好好学习。上辈子最遗憾的事，便是没能考上大学，没能摆脱命运，好好回报养母。这辈子我真切的明白，除了健康和生命，唯有储存在脑海里的知识，是所有人都夺不走的。我每天废寝忘食，遇到不懂的问题就追着老师的屁股后面问，完全忽略旁人的白眼和刻薄的嘲讽，一心扑在学习上。这天刚吃完午饭，我回班里看书，就听到外面熙熙攘攘，议论声不断。哇，云初通过初选了，我就知道你肯定可以，估计参加海选只是走个样子，实际上早就内定了吧。这还用说，他们两家关系那么好。云初，你和霍少肯定也发展起来了吧？说出来，让我们沾沾喜气呗。顾云初在众人的惊叹声中，面带羞涩地抚了下耳边的碎发，故作风轻云淡地笑了笑。未来的事情我也说不好，我只不过想丰富一下人生经验罢了。至于他的事，我不希望大家随便散布隐私，见谅啊。一番话又迎来众人的恭维，不愧是云初女神，思想境界就是高，怪不得能被霍景泽看中呢，果然不一般。看着顾云初藏不住的嘚瑟，我心中只觉得好笑。
嘴上说着羡慕，真要让他过这样的日子，他又怎么会愿意？见我没反应，顾云初又特意走到我面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我。如果有不懂的题，尽管来问我吧，这些题对你来说恐怕太难了。他漂亮的眸底满是戏谑，周围的人也立刻跟着哄笑起来。不是所有人都能通过读书实现人生目标的，像你这种就没必要走读书这条路了。你去动物园打工赚钱，说不定会更快一点。众人哈哈大笑，我拿着书巍然不动，仿佛什么都没听见。我和他们不一样，他们背后有家族撑腰，我背后却空无一人。但我有必须要守护的人，无论希望多么渺茫，我都要坚定不移地继续往前走下去。进入初选后，顾云初更忙了，补课的效果也逐渐体现出来。他的表现不仅吸引了评委的注意，还在网上收获了不少粉丝。时常有人看到他和霍景泽并排走在一起，大家都在传两人的恋爱绯闻。富豪爸妈还不忘打电话叮嘱我，多关心一下云初，做人不要那么冷漠自私。还有，云初送你的唇膏要按时涂，别寒了他的心。我嘴上连连答应，背地里却一天不落用那支唇膏给母猪做护理。时间过得飞快，天气也越发炎热，我穿的衣服也越来越单薄。这天我戴着帽子，正围着操场背单词，突然有人拍了下我的肩膀，我转过头，那人吓了一跳，怎么是你啊？原来是之前暗恋顾云初的黑皮体育生陈宇航。他看到我，下意识地捏住鼻子，但在看清楚我的脸时，眼底掠过一抹惊讶。你减肥了？吃瘦肉精了吗？他嗓门很大，语气极为夸张，引得众人频频回头。我淡淡抬眸望着陈宇航，一瞬不瞬。过了2秒，我上下打量他一番，发出一声嗤笑。那你呢？是吃了10只大猩猩才让你连球都投不稳吗？陈宇航的脸色顿时阴沉下来。臭猪婆，你找死！他抬手就把篮球砸到我跟前。换作曾经笨拙又虚弱的我，肯定只能白白被砸。可自从身体逐渐恢复健康后，我浑身上下都是力气。毕竟我可是帮养母摁了快18年猪的人。我抬手就把篮球顶在指尖，飞快地转动起来，语气满是嘲讽。连3分球都投不中的废物也敢叫嚣？你能投？那我们来赌一把。陈宇航眼里闪过一抹不怀好意，你要是投中，我就道歉；我要是投中，你就要做我的奴隶，每天跪着帮我擦鞋子。听到这个要求，全场哗然。好巧不巧，顾云初和霍景泽肩并肩地走了过来。本来顾云初还在努力找话题，想把霍景泽带走，他巴不得我被欺负呢。可谁知霍景泽竟朝我这边走来，他只能小跑着跟过来，装作才看到我的样子，小声惊呼：安安，你们在干什么？陈宇航，如果是安安得罪了你，那我向你道歉，你放他一马吧。他和我们不一样，他是乡下来的，从小在猪圈里长大，很可怜的。顾云初眨巴着眼睛，柔柔弱弱地恳求道。陈宇航见状，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，那我就……没等他说完，我直接顺手一投，站在中线几米外，篮球在空中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，精准入筐。所有人的嘴巴都张成了一个巨大的 O 型。我淡淡扯起唇角，我确实和你们不一样，就算我比你优秀，我也不会以此胁迫你跪着给我擦鞋，这是我们2个灵魂上的区别。在众人的震惊中，我潇洒转身离开，没想到霍景泽突然快步跟上我。等一下，同学。他低着头看我，原本冰冷的眸光中似乎多了一丝小小的惊艳。你有兴趣参加女主角海选吗？众人再次震惊，谁也没想到高冷如他竟会主动和女生说话，更没想到他开口就问出这句话。顾云初气得一口银牙都要咬碎了，攥了好几次拳头才拼命克制住。他连忙上前打圆场。哎呀，景泽，你别逗他玩了，他哪里会演戏啊，对吧？安安，我看着好笑，却也没争辩，任由他们走远。但从这天开始，我经常会莫名其妙地偶遇霍景泽，有时候只是打个照面，四目相对；有时候他会在我埋头苦读时，试图找话题打招呼，但都被我装作没听见，直接忽视掉了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很快就到了期中考试，我信心满满的拿着试卷认真做题。几天后成绩出来，班主任激动地拿着名册走进教室，眼底都在泛着泪花。咱们班终于出息了，居然出了个第一。当他当众念出我名字的那一刻，我还以为自己在做梦。直到下课我才知道，我不光是班级第一，还挤掉了万年第一的霍景泽，成了年级第一。我欣喜若狂，但很快又恢复了心如止水。这只是一次考试而已，未来还会有很多场硬仗要打，我还需要继续努力。而与此同时，顾云初的成绩一落千丈，跌到了垫底的位置，但他的海选已经顺利晋级10强了。这天晚上，许久不见的顾云初突然跑到我家，此时的他裹得严严实实，一进门就满眼嫌弃，还不停发出干呕声。你怎么不接电话？你到底有没有涂我给你的唇膏？我装作茫然的样子，掏出那支仿冒的唇膏，当着他的面仔细涂抹起来。当然涂了。顾云初拧着眉，上下打量我一番，才勉强点点头。奇怪，那我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他顿了顿，又叮嘱道：周末是爸爸的生日宴，你记得过来。扔下这句话，他转身就要走，却又像是想到了什么，突然折返回来警告我：你可别对景泽动心，人总得有自知之明。当然，这不是我说的，我主要是怕你伤心。景泽父母对儿媳的要求很高的，知道吗？
看着他面具下遮不住的坑坑洼洼，还有肥了一圈的腰肢，我憨笑着点头，知道了。他离开之后，我才捧着清水把脸上的唇膏彻底洗干净。镜子里的我脸上的脓包和痘痘已经完全消下去了，浮肿也退了不少，甚至头发都长出了很多柔软的绒毛。为了不引人注意，每次上学前我都会仔细地化上丑妆。看来这伪装的效果拔群。看着镜子里即将恢复容貌的自己，我也开始期待起周末爸爸的生日宴。上辈子顾云初最喜欢在这种场合羞辱我，也是因为他一次次给我下套，惹我出丑，才让本就爱体面的爸妈对我避之不及，恨不得当场将我抹杀。但从现在开始，我会让情况彻底翻转，前世加诸在我身上的那些痛苦，我都会原封不动的还给顾云初。爸爸生日宴的前夕，顾云初果然送来了一件晚礼服。上辈子他就是用这件礼服当众诋毁我，说我偷了他的晚礼服，还故意用剪刀改造，露出腰肢，意图勾引富商。于是我被爸爸当众扇了耳光，赶出了宴会厅。可我明明只是从未穿过晚礼服，分不清那镂空的设计是造型还是破洞罢了。再次看到这条裙子，我忍不住攥紧了手掌，心里没有愤怒，也没有恐惧，只有抑制不住的激动。夜幕降临，我穿着改造好的晚礼服，戴着礼帽和薄纱，缓步走进宴会厅。众人看到我，立刻开始议论纷纷。听说这个江月安是保姆的孩子，根本不是顾家的亲生女儿。顾家念旧情，不但送她去最好的学校读书，还让她衣食无忧。结果她竟然这么对真正的千金大小姐，长得这么丑，按理说应该很老实啊，真是人不可貌相。我莫名其妙的抬眸张望，只见前排座位上有人正拿着手机看视频，视频里的女人面目狰狞，正歇斯底里地质问对方为什么不滚出顾家，因为情绪激动，模样显得格外丑陋，还抓伤了对方的脸。镜头一转，便看到顾云初脸上纵横交错的红肿伤口，而镜头外传来我咬牙切齿的低吼：“贱人，霍景泽是我的，毁了你的脸，让你再敢跟我抢！”不光是前排，左边、右边，一时间几乎所有人的手机里都弹出了这个视频。大家虽然没开口斥责我，但看我的眼神却像是在看一个怪物，充满了嫌弃与鄙夷。难怪顾云初巴巴地叮嘱我来参加生日宴，果然没安好心。我面色淡然地拍了拍裙摆，淡定地靠出手机。现在的 AI 技术真是了不得，不如打电话让警察来帮忙鉴定一下吧。话音刚落，原本不见踪迹的顾云初突然出现了。不知怎么回事，一向喜欢在宴会上出风头的他，居然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，只露出2只眼睛。等一下，肯定是误会。他冲过来，装作无意地抢走我的手机，然后转身对着周围的宾客说道：“我妹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，请你们立刻删掉视频，我不想让妹妹伤心。”爸妈朝我们这边看了过来，显然他们也刚看完视频。此时，他们看我的眼里充满愤怒，看顾云初的眼里却满是爱怜。江月安，你太过分了！爸爸满面怒火，抬手就将手里的高脚杯砸向我。我向后退了一步，玻璃杯在我脚边炸开了花，空气中弥漫开浓郁的葡萄酒味。正在这时，霍景泽走了过来，他先是将礼物放在桌上，客气地祝贺爸爸生日快乐，然后转头越过顾云初看向我，一双眸子熠熠生辉。我不相信江乐安会做出这样的事，叔叔阿姨，我可以为他作证，他每天在学校都很认真地读书，就算别人招惹他，他也从未理会过。顾云初急了，顾不上再装柔弱，不是他还能有谁？我的脸都被毁了，弄成这样，我连晋级赛都没办法参加了。霍景泽笑了，反问他：“你是说他是为了我才划伤你的脸？难道不是吗？”哈哈，霍景泽嗤笑一声，眸光又落回我身上，意有所指地说道：“如果他真的为我吃醋，怎么会到现在为止连我的好友申请都还没通过呢？”全场一片哗然，就连爸妈也面面相觑，搞不清是什么情况。霍景泽的这番话简直和表白没什么区别。顾云初气得浑身哆嗦，不可能，你不知道他长得有多丑吗？他癫狂地大笑起来，他可是丑得像猪一样啊！你不信，我就让你看看。说着，他跌跌撞撞地朝我扑来，想要拽掉我脸上的薄纱。没想到脚下一滑，他身上披着的纱巾被桌角勾住，瞬间扯开，露出一张肥硕的大脸。最要命的是，他的2只耳朵又大又薄，像猪耳朵一样耷拉着，鼻子圆滚滚的，还朝上翻着鼻孔。霍景泽吓了一跳，连忙后退2步躲开他。众人也大惊失色，没人再关注刚才的八卦，所有目光都被他的长相吸引了。猪啊，猪八戒！顾云初尖叫一声，捂住脸，想要说话，嘴里却发出吭哧吭哧的猪叫声。我的脸，吭哧吭哧，妈妈，吭哧吭哧，江乐安，都是你搞的，吭哧吭哧！他崩溃地冲向我，一把拽掉了我的礼帽和薄纱，一张精美绝伦的脸瞬间暴露在众人眼前。所有人都不由得发出惊叹，霍景泽更不用说，眼睛几乎要粘在我脸上，挪都挪不开。不可能！顾云初眼底的嫉恨已经转化成了浓烈的恐惧。我的这张脸完美融合了爸爸妈妈的全部优点，爸爸妈妈都瞪大了眼睛，从我脸上看到了他们年轻时的影子。毫无疑问，我绝不可能是保姆的孩子。
最重要的是，比起刚被认回顾家时那副营养不良、面黄肌瘦的模样，此时的我因为营养充足，皮肤又白又嫩，满满的胶原蛋白，容貌比起巅峰时期的顾云初还要更胜一筹。好半天，爸爸终于回过神来。不得不说，有时候颜值带来的红利是巨大的。一向对我冷若冰霜的爸爸，在看清我现在的模样后，立马让我坐在他身边，笑呵呵地对所有人宣布：刚才肯定是个误会，直接报警吧。那视频绝对是 AI 合成的。你们看安安这孩子，这眼睛、眉毛、嘴巴，难道和我不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吗？爸，吭哧吭哧，顾云初发出撕心裂肺的猪叫。妈妈心疼得不得了，连忙将他抱在怀里哄着。在爸爸的授意下，助理将妈妈和顾云初带离了宴会厅，而我全程坐在爸爸身边，听着他介绍这个老板、那个富商，甚至霍景泽的父亲霍光也建议我去参加女主角海选。之前用嫌恶眼神看我的那些人，此刻嘴里全是不停的恭维。宴会尾声，我去卫生间整理衣服，听到隔间里传来顾云初的哭声，还有妈妈的安慰声。肯定是那个死丫头没有老老实实涂唇膏。你放心，妈妈再想办法别哭了好不好？听到这些话，我原本对亲生母亲抱有的一丝期望彻底破灭了。我回到宴会厅，在爸爸身边维持着优雅的乖乖女形象，时而安静聆听，时而发表几句赞叹，而全程霍景泽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。直到宴会彻底结束，他走上前来，试图加我的微信，再一次被我婉拒。爸爸看出了霍景泽的失望，于是在他的推动下，我们终于互加了好友。隔了2日，爸爸叫我去他的办公室，他仔细询问了我的成绩，又考了我几个问题。听到我的回答，他的眉头越发舒展，忍不住频频点头。好，不愧是我的亲生女儿，继续努力。对了，记得和霍家那小子搞好关系，云初已经不顶用了，我们顾家以后可就靠你了。我盈盈一笑，应道：好的。转过身，我的脸色恢复如常。刚走到楼下客厅，顾云初就忍不住蹦了出来，吭哧吭哧的叫嚣。你别以为你得到爸爸认可就万事大吉了，我告诉你，我吭哧吭哧才是顾家唯一的千金大小姐。我不置可否地瞥了他一眼，在那之前先把你的猪脸治好吧，不然爸爸恐怕不会再承认你是顾家的人。这句话戳中了顾云初的痛处，他跳着脚就要抬手打我，可就在抬手的一瞬间，他看清了自己的手，那双手竟然变成了猪蹄子。他吭哧一声，直接晕了过去。没过几天，养母毫无征兆的失踪了。就在我急得团团转的时候，接到了妈妈的电话。按照妈妈的描述，我来到了一栋废弃的酒楼，刚走进去就被人打晕了。当我再次醒来时，妈妈和顾云初正站在我面前，两人手里一个拿着绳子，一个拿着小刀。妈妈脸上挂着可怖的笑容。对不起啊，安安，谁让你不乖乖涂唇膏？现在只有剥掉你的脸皮，才能解开反噬。你忍忍好不好？听着她温柔的语气，我忍不住心生寒意，终于忍不住开口问她：我可是你的亲生女儿，难道你对我就没有丝毫感情吗？妈妈有些愣着，嘴里喃喃地念着：女儿啊，我只有云初一个女儿，她就是我的女儿。我失望至极。小时候养母从不让我喊她妈妈，她说自己年纪大了，应该是奶奶。虽然她很爱我，但我还是忍不住幻想自己的妈妈会是什么样子，她会不会爱我？不是的。妈妈突然摇了摇头，眼神有一瞬间的清明，但很快又恢复了茫然。我只有云初一个女儿，她就是我唯一的女儿。顾云初在一旁不停催促：妈，快杀了她！你还在等什么？妈妈满脸困惑，喃喃地问：我为什么要杀她？我心底一沉，突然冒出一个大胆的猜测：难道妈妈是被人控制了？妈妈！我大声喊她。妈妈机灵一下，看着手中的刀，视线在我和顾云初之间来回切换，神色从茫然到坚定，又从坚定到困惑。我怎么会？顾云初急了，疯狂地催促她，甚至逼着妈妈拿着刀子要来剥我的脸皮。眼看着冰冷的刀刃越来越近，我拼命挣扎。就在这时，妈妈突然流下眼泪，身体猛地僵住。她不知用了多大的力气，控制住自己的手，转而将刀刺向了一旁，不停发出猪叫的顾云初。妈，顾云初嘴里涌出鲜血，身子软软的倒了下去。与此同时，大门口传来一声凄厉的啼哭：云初啊，我的云初！是那个保姆王妈。她连滚带爬的冲进来，将顾云初抱在怀里，嚎啕大哭。妈妈终于彻底清醒过来，抱着胳膊冷若冰霜的看着王妈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你搞的鬼！妈妈看着我，泪流满面，抽刀割断了捆住我的绳索，将我紧紧搂在怀里。安安，对不起，对不起你。妈妈什么都知道，可是控制不了自己。是王妈，她用邪术换走了我的记忆。安安，妈妈重生回来就是为了拯救你啊！太好了，我终于没有白白重生。我也不由得想起前世和妈妈相处的种种怪异，她上一秒还在关心我，下一秒就开始厌恶咒骂，总是不定时给我打钱，却每次都让我滚得越远越好。原来我一直都在被妈妈努力地保护着。一时间我忍不住泪流满面。突然一道黑影猛地冲了过来，高高举起匕首朝妈妈的后背扎去。是王妈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大门被人从外面一脚踹开，霍景泽一马当先冲了进来，身后10几个举着枪的警察鱼贯而入，将王妈团团围住。王妈还想挣扎着先刺死妈妈，结果立刻被警察制服。这对作恶多端的母女最终双双惨死。我和妈妈养母被分别送进了医院。
在病床上，我终于知道了事情的全部经过。原来，当年我被换走后的第7年，妈妈就发现顾云初并非亲生，于是便开始四处寻找我的踪迹。可爸爸却觉得无所谓，因为他在外还有不少情妇，只不过碍于妈妈不敢带回家罢了。顾家明面上的大小姐是谁，对他来说根本不重要。至于真正的继承者，只能是他的宝贝儿子们。为了藏住外面的那些莺莺燕燕，爸爸才千方百计找到了懂邪术的王妈，对他换女儿的事情心知肚明，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妈妈始终放不下我，每天都在折腾。爸爸不耐烦，就让王妈用邪术换走了妈妈的记忆。直到顾云初患上怪病，寿命只剩下1年，王妈才铤而走险，找到了我的下落。为了让我和顾云初换命，她特意制作了那支草莓味唇膏，设下重重陷阱，只为了让顾云初彻底恢复健康，稳坐顾家千金的位置。她成功了一次又一次，直到我和妈妈双双重生，终于通过自救，互相拯救了彼此。3天后，我们顺利出院。妈妈提出要养母一起回家住，养母有些拘谨地搓着手，不太合适吧？我家里还有猪呢。妈妈哈哈大笑，放心吧，我们家大得很，我已经安排工人重新修建猪圈，以后不管你想养猪还是养驴，随便养。当我们一同回到顾家时，几只小猪仔冲破了还没修好的猪圈，在客厅里撒欢。爸爸，顾林恩气得不停大叫，滚出去，都给我滚出去！好好的一个家，像什么样子？这到底是顾家还是猪圈？妈妈摇摇手指，语气冰冷，这不是猪圈，也不是顾家，而是我苏家。顾林恩茫然地问，什么意思？妈妈拍拍手，2个西装笔挺的律师立刻站到了他身后。你好，我叫齐飞，是本市最顶尖的离婚律师。顾先生，这些年你分别在锦园、胶南、水华等地养了好几个家庭，养育了3个男孩，2个女孩。你好，顾先生，我是金融律师。根据调查显示，这些年你一直在持续非法转移公司资产。顾林恩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慌忙辩解：“不是，这是误会。小雅，你听我解释。”妈妈收起笑容，冷冰冰地说道：“你去跟我的律师解释吧。”判决书下来的那天，爸爸畏罪跳楼自杀了。当天下午，霍景泽找到了我，说希望我能参演那部电影的女主角。其实早在很早之前，我就在车上看到过你扛着猪肉路过，不知怎么那一幕在我心头一直无法抹去。可能是我从未见过像你这么有力气的女孩吧，也可能是因为你很漂亮。她顿了顿，认真地看着我，说了这么多，其实我是想问，能否请你做我的女主角？我相信以你的姿色和魅力，一定能爆火的。看着霍景泽一脸认真的表情，我微微摇头，最终还是婉拒了。不是所有人都期望和异性来一场美好的化学反应。从始至终，我只对生物科学最感兴趣。毕业之后，我去了国外进修，养母和妈妈也一起过来陪读。放假闲暇之余，我们3个人会结伴到处旅行。往后余生，唯独事业和爱我的女人们最重要。异国的实验室里，离心机的嗡鸣是最熟悉的背景音。培养皿里的菌株在恒温箱中静静生长，每一次观测都让我满心雀跃。假期时，我们踩着不同国度的晨光漫步。养母的相机里存满了各地的风景，妈妈的包里永远装着我爱吃的零食。日子平淡又滚烫，没有聚光灯的喧嚣，只有热爱与温情在岁月里缓缓流淌。